大家下午好，今天是7月14号，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个频道主要是通过波浪理论的结构以及形态学来找到当前市场的一些机会，或者说是提示风险。那么咱们这个频道目前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这一点大家也可以通过 B 站的频道可以看到，我们将各个分类都组成了合集。大家可以从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品种，或者说你可以看好的品种，也可以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分享出来。那后期我经过波浪理论的研判，也会将以视频的形式展示出来。好，下来我们进入本次的正题。这一期视频我们主要来说一说港股的恒生科技指数，这也是近期很多粉丝比较关注的品种。因为最近2个月时间，恒生科技指数一直处于一个小幅的窄幅震荡，对于后期能否继续上涨，大家都心存疑虑。下来我们继续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看，当前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以及后期能否向上形成实质性的一个再次上涨。首先这张图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个周线图，周线图最高点出现在21年的2月中旬，高点是11011，1100011，低点是出现在22年的10月下旬2720。在这一波的下跌走势当中，它整体的结构是一个三波的形态起手的这一波走势，它内部结构可以数出一个清晰的5波形态，然后最后再出现一个反弹，然后再次下跌，整体构成一个3波的一个下跌形态。那如果是3波形态，那后期必然是出现2种结构，要么是向上反弹的3波，要么是向上上涨的5波推动。所以说此处来看，反弹或反转同时存在这种预期。那首先我们还是通过黄金分割来看一看截止到目前它的反弹的一个高度。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反弹是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也就是5894这样一个点位。那从5894上方又开始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回落。那当前我们就是研判此次这个反弹的一个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的一个性质。这里我们还需要借鉴一下波浪尺，推算一下2720开始的第一波和第二波走势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那通过当前这样的划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整体走势来看，如果说是按照反弹来看待，那2720开始的这就是一个 ABC 的走势，回撤的一个 B， 然后向上再次一个 C。 那当前就是要研判这个 C 浪有没有结束。 C 浪有没有结束，我们当前疑似 C 浪内部是出现了一个5波推动结构，那么这里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当中的这个疑似3浪是不是对最短的一波那还不是，那说明当前这个 C 浪走出了一个疑似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那如果这里是按照 ABC 的一个整体形态去预判，那么从现在当前这个 C 浪的高点6195就有可能向下发展出新一轮的这个3波回落走势，算是对2720到6195整体的一个回落修正。 A B C 它整体走势就是一个类似于锯齿形这样一个形态 ABC。 那从6195向下再次出现的回落就有可能会发展成新一轮的 A B。 等这一轮新的 ABC 走势再次结束，那么后期才有可能再次向上出现这个大周期的波段走势。这是目前第一种预期。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是当前整体向上的走势，它其实不是 ABC， 也要加注一下或一就是 A 浪或一浪的一个意思，然后这个 B 浪或2，那这个 C 浪呢就有可能是或3。如果这里是3浪的话，那么按照这个1浪和3浪的一个比例关系，那么明显这个3浪的涨幅是没有达成预期的，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里有可能从目前的这个5浪推动形态演变成一个9波延长特征。
那此处的这个 C 浪或三浪的内部结构，我们就要重新划分一下，1、2、3、4、5、6、7、8、9，就有可能走出目前蓝色段的这个9波走势啊。如果再向上，那就毫无质疑了，就是要开始走延长了。那后期整体走势，它就是一个9波延长浪的一个特征。那后期整体向上的一个反弹空间就会比较远。通过黄金分割也好，通过波浪尺的划分也好，那后期你至少是可以向上看到啊，此处0.618以及 2.382 这个区域才有可能结束啊。此处的目标压力是位于7830到8000。那么这就是目前走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歧。那下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盘中的当前上涨到5274这里，我们要找到离它最近的一个多空节点。这里我们就要将时间调整到天图，我们要拉取最近的这一波下跌走势的一个黄金分割。通过这个黄金分割，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上方所处的位置764一线也就是5740，也就是它日线级别的一个多空节点。如果近期形成的三角形整理开始向上运行，但是无法实质性的突破5740，那么大家就要担心它有可能形成刚才我所说的第一种预期，此处会走一个黑色段的这个 ABC 走势。但是如果它日线收盘价它站上了5740，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较为乐观的去看待当前的 C 浪反弹会演变成一个3浪上涨，并且内部结构会从常规的5浪推动形态演变成延长浪的特征9波推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看涨做多了。那通过刚才的这一系列梳理，我们就知道目前的这个点位我们还需要等待行情做出选择，它要么向下跌破501010，那么就是向下再走这个黑色段的 ABC， 它要么向上继续反弹不过5740再次回落，还是按照这个第一种 ABC 黑色段的预期在运行。只有它站上了5740，那么我们才能继续看好后期的一个整体涨幅以及上涨的一个9波结构。那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的话，我可能目前来说会稍稍乐观，看当前的走势从5波演变成一个9波的形态仅仅是多一些。当然这里面也说了好几个节点，对吧？下方这个节点也需要标注一下，就是5010这个位置虽然我预期看好这种走9波的概率大一些，但是如果说是它跌破了5010，我也会选择放弃转而按照第一种预期的看法去看待后市。好，以上就是咱们通过视频对于恒生科技指数近期走势的一个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品种，也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那咱们从后期也会从中筛选一些结构完整的作为教学案例，或者说它结构形态完整的有机会的，或者是说是结构形态完整会出现风险的，我们都会按照以上3个思路去以视频的形式展示出来。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